今天我们的讲师有3位哦，有陈忠宏，还有陈雅涵，还有黄义婷，他们都是我们的新北市的辖中的伙伴。那非常高兴今天邀请到他们哈，那直接时间来交给他们。好喽，三位团长，麻烦喽。他们两个团长伙伴，跟伙伴，好，伙伴请。没事没事。好，各位伙伴，各位团长伙伴们，大家晚安。然后我是三峡国中童军团的罗福，我叫黄义婷。那今天的讲题呢是侠客青年变奏曲，叫韩讯的进化史。那为什么会提这个名字呢？为什么叫变奏曲呢？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韩讯历年这样办下来是有一个主轴在的。那我们已经有不同的可能是环境现况，或是目前社会的趋势，我们会额外添加一些不同巧妙的设计，或是一些特别的活动。因此呢，在这个同个主轴上面，会有不一样的可能小礼物啊、小惊喜。那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峡中童军的变奏曲。那今天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寒假训练营的进化史。好，下一页。那一开始呢，会先邀请我们峡中团的团长钟宏团长来介绍一下，对于峡中童军来说，真的是充满特别回忆的一个寒训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请钟宏团长。好，谢谢依婷。这是就是我觉得这先讲这个投影片是我们罗福的伙伴做的，对。那先看一下哈，我们看这一页，就是它的标题叫做《那些年走过的点点滴滴》哈。那因为我三峡国中这个团据我所知，在民国大概50几年就创立了。那我是在民国101年，刚好是个整数，然后101年的时候接这个团长。那所以就101年进来的学生，我们就会叫做101啊。然后第二年102全年度进来就叫102。那这个寒训这个活动是我当团长啊，之前我没有办法，不就有点僭越啦。就是我当团长之后，三峡国中团第一个录影，也是第一个自己办的活动。好，当然人手不够啊，就找了一些我以前的自己是罗浮时代啊认识的伙伴来帮忙。好的，后面会介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点点滴滴的过程，放完下一页。好，那先讲一下我们的韩讯，它有一个副标题叫侠客行啊。从102年开始啊，因为我们是寒假，所以102年开始第一届的学生参加，到现在今年是114啊，114。那我们它有个副标题就叫侠客行，这个是三峡的峡啦。那大家都会问为什么嘛？那其实就是它有2个意义啦，一个是我们取的是侠客，就是中文圈里面的这个侠客的意思。好，然后就是说在体制外在民间仗义助人的豪杰，这是网络上面的资讯啊哈。那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很符合我们童军的精神嘛，因为像日本就会讲萨拉，就会讲武士。好，那欧洲呢，尤其是我们童军的发源地英国，我们讲是骑士精神。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走这个侠客，当然就是文化了哈。那因为童军贝德马先生说的嘛，他是在学校教育之嘛，就体制外的嘛，然后我们深入民间嘛，这样子。那当然还会牵扯到有像讲一些文学作品，像李白的侠客行也讲的很酷，是吧？好，那我们看一下，那除了这个意义之外，就是符合我们童军要日行一善啊，然后为善不欲人知啊，这些行侠仗义啊这样子。那另外跟我们三峡这边谐音，因为这个活动，我是希望说一开始当然是我们自己人，但是希望说他有机会可以邀请有团的伙伴一起参加，那他们就是请他们来三峡做客，然后走走。我们会有那个乡土踏查小队旅行嘛，所以呢就是做客来三峡做客，然后到处走走啊这样子的意义。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因为我们自己团里面现在就是我们有童军、行义、罗浮3个阶层，甚至还有服务员了，还有服务员哦。那在这里面，我们先讲今天是罗浮伙伴，就是他们不仅是工作人员我们都会简称童军最基础的那个分团，因为我们我一直没有取正式的名字都用一个代号，结果大家都用习惯。
就是 A、B、C 这样排下去啊 A 团，然后进阶一点的啊，进阶的就是去年的 A 团参加过的，我们 A 团主要是以终极技能考验和训练，然后再来就是 B 团，然后再来行役就叫 C 啊 C 团。那我们现在我都会说，你们罗浮就是 D 啊，就是猪。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让他们来当工作人员，好，不是只有使用他们，就是让他们付出而已。我希望说，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可以给他们除了服务经验啊，或者是带学弟妹之外，有更多的成长。对，那也是不只是对罗浮而言，也是对整个团，或者是对同居运动而言啊，一个延续成长。好，所以我们会有，那我们的活动会扣在相对讲辖中发展的4大愿，是学校的4个愿景。好，然后像今年这个其实不是今年，我很早在，我记得 SDGs 好像是2015年吧。那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把它尽量融到我们的目标里面。那之后会报告我们如何在营队中去试着实践它这样子。OK， 好，帮我下一页。PT， 对，谢谢。好，那我们是说，我们从102年到现在，好，114年，我们总共办了13年了，13年了，一个学校团办了13年，从来没有间断哦。即使疫情的攻击跟胁迫，我们仍然是把它录完的。啊，当然我们不是违反政府规定的，那个等一下讲到，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讲到这段故事，就是也是运气很好了，我们没有违法，我们是合法的，但是疫情的冲击，我们刚好巧妙的避开了这样子。对，那原则上我们原本都是我们自己在办啦。那么但是呢，这13年下来，我们大概有几个数据啊，就是从大概107年开始，我们开始有对外邀请伙伴联团。这里的联团的定义是指，有伙伴来参加，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有请友团协助啊。因为一开始尤其是我第1年当团长，就我一个人啊，所以我都有找我自己的朋友来帮忙。那当然就是有其他的友团嘛，但是我们这里的定义是指有参加的人员啊，不管是同居还是行役，有参加的人员这样子。所以我们从第1年办的时候，就是102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来考中级 A 团。然后第2年这些考完中级的人怎么办？我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让他们太早失去参加活动的经验，就太早变成工人这样子。所以我第2年就针对那个已经有考完中级的这个 A 团形成的伙伴，我们做了第2个分团，独立的模组，完全不同的模组的活动，就是 B 这个分团。然后等到他们升到高中有行役的时候，但是那一年有一些原因，所以我在他们的第1届学生升高中的那一年没有办法成立 C 这个分团，因为我对 C 这个行役分团有自己的期待，那他们的人力不够，没有办法去完成。所以一直到第2年行役正式成团的有行役的第2年啊，就是有2届学生加起来以后才开始有 C 这个分团。然后呢，在107年开始，107年开始，我们这几年有邀请友团来参加。那上面的记录就是，如果没有特别写县市的话，那就是在我们新北的团这样子。好，大概有这些友团。好，下一个对，我们113年还开始试着去写计划，去申请教育部青发署的经费通过，就是补助我们这个寒训。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料哈，就是历年来有515位学员参加过这个活动。因为讲是人次，因为有些人来过 A 团，可能会来 B 团，会来 C 嘛，所以这样就变成3个人次，515位。那参加的工人来这里服务过的人，因为这个就是他这里是最少来1天来1天我们也会算进去。现在只能来1天嘛，没有办法。好，那有299人这样子，299。那这里面有814人里面，就是所有的工人跟参加人员的人次，814，大概有1/4，211人是友团的伙伴。当然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表哈，我们就是这个折线图，对不起，长条图啊，感谢我们一婷帮我整理的长条图，就是从102年到今年的114年的一个状况。我们的学员3个，大家可能要稍微睁大眼睛看，因为不好意思，这个比较小，就是3个长条图为一组嘛，最左边就是那一年
的学员的人数，然后中间就是服务工作人员的人数，然后右边就是总计。那蓝色的是代表是辖中团的伙伴，然后橘色的条代表是友团的伙伴。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演变，可是我们发现一个趋势，它就是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咪这样子，就是一年增加，然后到第4年就会咚掉下来，然后再增加上去，再掉下来，增加上去掉下来，这还蛮有趣的。好，那从这边可以看出一个趋势啦，就是说，你看我们在第2年的时候成立 B， 然后第6年的对不起，第2年的时候成立 B， 第5年的时候成立 C， 然后渐渐的我开始有联团。然后后面有一些，我们开始制作银报，那大家有机会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银报，然后再来，就遇到疫情了，疫情那一年啊，然后再来又开始我们慢慢的开始做一些，你说是权利义务的一些，慢慢的从我这边去分出去，我们之后等一下会介绍怎么去做。好，那大概就是知道我们开始让青年主导这些活动，但是不是突然放手的。好，下一页，谢谢。那我也接下来就是我在那个我们历年来的活动里面，我都会跟工作人员开会。那我们主要会开4次，第1次是我们叫它0123哈，第零筹嘛，零筹就是我会把几位重要的干部先找好，然后我们先来做1次的一个大纲的工作的讨论。好，那我就会跟他们，就是等一下看到的大概就是历年来我会跟他们做一些的分享，有些慢慢补上去的一些，比如说可能对营队目标啦，或者是对他们的工作期望，或者是我可以看下去就知道，就是开始的说他们服务他们的时候啊，大家也是成就自己啊，希望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学会感谢啦、创新啦，每一年可以更上一层楼，就是什么叫做进步，就是明天比今天更好，那什么叫做传承？就是让下一代更胜这一代嘛。OK， 好，下一页。好，那好，服务也是一种学习嘛，大家都听服务学习嘛。那学习什么呢？来这边办营队的级数，好，然后对童军技能的熟练语你要教嘛，对不对？然后处理事情的原则，好，什么叫做大事？对不起，什么叫做急事缓办啊？缓事急办？什么叫做小题大做，大题小做？这些听起来很矛盾的事情，我们就会在这样的营队中跟他们做解释。那也希望他们可以带回他们自己的其他的日常生活的原则里面。好，然后这是最近比较但是这后面会有一些是最近比较常提到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是告诉他们要学会向上管理，因为什么叫向上管理啊？因为我们的营队架构的关系，对你要学会向上管理。那也待会介绍了一下怎么去影响你的主管、直属主管的认知或者是决定完成任务，因为上面的人可能交代的事情你可能会窒碍难行，或者是他不清楚第一线的状况，还有他的目标，可是可能跟第一线状况会有冲突，你不知道，那你要怎么去？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中阶的一个干部的时候，你上面有上面交代的压力下面有下面的难处，你怎么办？你就变夹心饼干了嘛？那时候怎么办？总不能没了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去练习，那告诉他们怎么做这些原则就是以下这3个原则啦好，就不花时间在上面了，下一页吧。有问题我们之后再来讨论。那这也是我会带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出自于世界总部的这一本《强化青年自主能力的罗浮指导准则》Rubber Guide。各位伙伴在罗浮圈打滚的伙伴应该都看过这一本都知道这一本是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图啦。这图是我们重新做过的，因为团里面的 PPT 重新做过的，但是其实是出自这一本中文版的，也是感谢总会的在23跟24两届的那个罗青的小组去翻译。那我们在团里面的活动的时候，因为我们团是统军嘛所以慢慢的就是对学员也好，对来服务的罗浮也好，我们尽量就是让他们我是依照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定他们的方针要求有可能要求罗浮要这样带行义要求童军行要做到这样的目标，在我们的课程设定上面，或者是任务设定上面。那我自己也会希望罗浮可以慢慢的这样，而不是突然间放手，就好像有一个人，你都说你不能，我们举例好了，18岁以前都不准谈恋爱，有没有？然后等到你
考上大学了，第1年回家，你爸妈就问你啊，你怎么还不交女朋友？这种情况啊，我就没有练习过啊。好，那我们就也下一页吧，这个之前都讲过。然后像这个是我最近这几次会讲到的一个东西，叫做自我决定论啊，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在这其实是可以广泛引用在很多的一个场合上面，像游戏在设计游戏的时候，它就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在带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他们人员有一种自主，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决定。就好像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了，难度不能只有一种解法，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可以突破这个关卡，那可以让玩家主角来决定我要走这条路线还是走这条路线，反正最后都可以。可能难度会不同，他可以选择，他有选择权。那再来，他的选择他能够胜任这个难度，不管我是走这条路还是走这条路。可能有一条比较难，一条比较简单，但是这是我可以胜任的。然后归属感就是他成功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被人看到，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需要找队友。我们举一个 RPG 的游戏，有角色扮演，你主角生下来之后，可能有不同方向的技能，你要当一个战士，当一个法师，当一个弓箭手都可以。但是这个基本上这3条甚至更多条的路线都可以破关，就是他可以选择，那都可以破关，就是他可以胜任。那在这个破关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队友的互动，那包含影视作品，它也是遵循这个原则，有没有？电影会遵循这个原则。那我们在设计活动的时候，我们给应该这样讲，我们以营本部而言，给参与人员就是要这样的。如果他都没得选择，只能乖乖听话，他一定觉得无聊。如果你给他很多选择，可是这些选择超过他的负荷，他一定觉得挫折。然后他好不容易达成了目标，却没有人看到，或者是他只能独立完成，那对于他是没有隶属、没有归属感。所以不管我们是在设计活动也好，还是说经营一个团队也好，一定要给你的伙伴，我用一个比较不是很恰当的词啊，就是下属好了，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那我也会反思自己在营队里面，因为我是算是召集人嘛，对，执行长嘛，但我们都用执行长这个名称，执行长，那我就要给我的干部群们，我的分团长啊、组长啊，也要给他们任务，让他们有可以胜任、可以选择，然后有归属感，对这个团队有认同，然后会要求他们在设计活动或任务给参加人员的时候，也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好，下一页。再来是这是一个就是刚才那个的一个详细图解啦。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网络上都查得到，网络上都查得到。那我就不要再稍微粗浅的介绍一下，就不用再班门弄斧，可能有很多心理学或教育学或者是管理学的相关背景的伙伴都比我还清楚。那我们就说，在这样的这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在网上大家可能会看到是一个光谱型的那就是这个行为它缺乏动机，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一滩烂泥。一个人在没有目标的时候，就是最右边的情况。那我们借由阶段性，就要大家看到阶段性的，我们从开始给他定规则，给他要求他顺从这个规则，然后借由外部的奖赏或者是处罚，对，让他去开始，我们开始介入，那他为了必罚服从，或者是得到好宝宝的奖励，他就会开始进到这个规则里面，然后再来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开始向他个人内部去投射去收缩，希望他习惯了，譬如说他就是得习惯这个营队的作息，习惯了之后，当他变学长姐的时候，他就知道6点就是要起床啦，然后几点就是要领配给啦这些东西，然后集合的时间就是时间，不可以迟到啦，你可以最后一个到，但是你不能迟到。你不需要第一个到，但是你就是不能迟到。这些观念就会建立出来，然后再来他跟他的伙伴之间，他他担任小队长，我必须要提醒我的小队，我是大厨，我的小队吃饭都靠我了。他的个人的重要性、个人的价值，在小队里、在团里的价值，
要被彰显，然后再来大家会发现哦，彼此的长处或者是短处会互相调和，然后他就会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一个团队，那他就会希望，他就开始了内部有动力出来，希望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我明年的活动，譬如说寒训这个活动，我就要再去跟这些人伙伴聚起来一次，然后在一起做些什么，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带给学弟妹些什么。好，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下一页。OK， 好，那个就是这也是这个比较早这个比较早讲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内容，对，有点持续有点乱掉，可能不小心我刚刚调到那个顺序了。这也是讲啦，就是我会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说，我们这个寒训的时候呢，有几个目标啊，就是上面这些交流的技能，因为我们有团的伙伴，大家各团学到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略微不同啊，然后呈现一些价值啊，就是大家先看上面的锻炼心智突破，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我比较希望是下半部这3个。好，澄清价值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一样啦，就是大家的做法，各团流团的做法，或者是一些对某些行为的认定或某些东西标准是不同的。那其实我觉得对或错是其次，是我们要去清楚知道，我们团要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好，他们团那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这样的需求，他们有他们的需求，所以才会有不同的做法。去澄清这个价值，你才知道，才不会就是怀疑自己这样做对不对，或者当你在比如说在童军这个圈也好，甚至出去工作的也好，当别人跟你的做事方法不同，或者是换了一个单位，它的整个的风气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会无所适从，因为有很多事情它是没有绝对的对错，这必须要你要去澄清你自己现在这个状况，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传承使命有没有？就是传承使命，就是说，我对我这个我现在来服务，或者我对我这个学长学姐，我自己这个身份是有一种使命感的一个 duty 的使命感。好，那我要把这个使命感再传承下一代，这样子。OK， 下一页吧。好，这个我觉得很棒。这个也是最近才分享给我的团员看到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童军的名言叫做 be prepared， 对不对？就是准备好。那大家记得我都跟我团员说，他不是要你准备他不是要你做准备，他是要你时时处于一个状态。因为有英文老师，大概我也是一样，就是这是一个你已经处于那个状态的一个形式嘛，就是你要希望你是做好准备的，还有一个做好的准备的，时时准备好。那有人就把这个词拆成了以下的英文单字，刚好就是 be prepared 每一个单字的手势。当然有些是为了拆而拆，看得出来的牵强，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勇敢啊，冒险精神，企图心，决心。当然中文的翻译可能会有一点失焦，因为大家就会看到那个什么企图跟热情啊、企图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的英文的原文，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它其实如果英文的意思比较明确，对，它比较能够看出这些东西，而且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会失真的，我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蛮符合童军的一个，我们对于童军伙伴的一个说世俗价值或者是期待。对，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是蛮不错的，对，蛮不错的。好，那下一页。好，那也是我先跟大家提到，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提，我们第一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是我们第一届的一个罗浮伙伴燕轩应该没有上来，他在忙。就是我第一届的团员他有一次回来带，但是我忘记是什么事情呢？他已经是罗浮了，然后回来帮学弟妹上团集会、社团课，也是类似这种还是生团我忘了，反正就是类似这种课程的时候，他带的一个活动叫英雄之旅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个是小说或者是戏剧作家遵循的一个法则，就是你这个主角冒险的主角传统来讲可能就是奇幻冒险作品，有没有？他这个主角的故事开端一定是听到了一个召唤譬如说天上传来的声音，或者是他捡到了什么东西一定是一个启示一个征兆他必须去做些什么。
然后再来他会遇到的就是所谓的超自然体验，就是也不一定会见鬼，就是他会有一个现在的他无法理解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必须去寻求这个经验背后的真相，或者是答案啊。比如说有些悬疑的，就是他被诬陷为坏人嘛，凶杀案嘛，对不对？然后这一类的，好，然后再来他就会遇到第一个难关嘛，然后他就挣脱这个难关，可能会有一个保护者的身份的角色会登场，好，让他暂时这个故事的开端序章就开始了。但是他因为主角的能力不足，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必须靠外人保护他离开这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他就进到了未知世界。好，如果是穿越剧，就穿越到过去去了，对吧？你捡到一个发光的东西，这个石头你觉得很可爱，放在家里，结果晚上就发亮了，你就很好奇，就摸它，你就可能就会穿越到过去了。这时候剧本老掉牙的剧本就会发现，你掉下去之后，可能被一堆士兵啊、强盗啊围起来，有没有？穿越过去。好，再来你就会遇到你的第一个导师，在那个未知的世界，有人说有些的翻译就是说在地下城冒险的时候，就会遇到你的导师，因为你对一些是茫然不知道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越来越深入地下，这个圆的地下，然后呢会遇到中间会遇到许多的挑战啊及诱惑，那你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遇到一些协力的人，好，有可能就是你的队友。比如说游戏里面，好，你主角可能选了一个职业，可是他有他的长处跟短处，所以就会增加其他的队友来辅助你。好，然后再来死亡与重生，好，这个就是有些剧本就会英雄第一次得到力量，他可能解决了一些小的问题之后，他遇上一个最终的反派，也有可能是故事一开始的那个危机，然后他通常剧本的设计就会打不过，你就会被打败，有可能的武器被折断，也有可能是真的死亡，但是你会有重生复活的机会，也有可能就只是一个打败了或者是你的队友被抓了，遭遇一个大挫败。大家都知道电影的套路就是反派就是怎么样，他会输就是因为他留了主角一条命报仇嘛，然后你就会再来，那你就会这个时候你通常都是一个脆弱的状态，因为你之前信仰的东西都被打破，你的队友都可能被抓啦，甚至牺牲掉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经过一个信念的转化，因为前面的信念都是别人给你的，你遇到困难不会嘛，所以你遇到了保护者，遇到了导师，遇到了伙伴协助你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到底有没有成长，就是关键就在这里。遇到挫折之后，如果你能够同时信念，你就会变强，对，你就会变强。好，转化变成你的信念，那你可能会得到进化的形态，或者是更强的武器，然后去完成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回归，带着礼物回家。好，这个所有的王道类型的，你说小说啦、漫画啦，甚至电玩游戏啦、电影，它都遵循这样的一个编剧的一个形式，英雄之旅。大家可以去看，有人叫翻译成英雄旅程的，网络上超多版本的，有些简化成9个步骤的，有些写成20几个步骤的都有。但是主要就是这样，主要的大家要听的就是老掉牙的剧本，对不对？但是乐此不疲，对，只要有戏剧以来，它都是这样。只不过不一定是用英雄勇者去挑战恶魔的方式，也有可能是现代的剧本，也有可能是甚至是爱情的剧本。纯爱剧本有可能真的也有可能对，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也是，就是说我们的营队里面就是要让小朋友体验这样的模式，体验这样的一圈，而且一定要让他完成，他要回到现世他不可以就打完的魔王完成任务就没有，他一定要回到现世，回归，一定要回归这一段。大家很容易在活动的时候没有涉及到这一段，只有留在最后的高潮，打败魔王就没了。对，好，下一页。好，接下来就是我跟我们伙伴分享的话，对，我很喜欢。等一下要看到2句话第一段是这个就是那个艾森豪将军讲的美国的，这也是美国的总统嘛就是2战的时候，欧洲的盟军最高统帅是5星上将他说在做战斗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计划都没有用但是呢，做计划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忽视的是不可忽视的，是一定要做计划。虽然你都明知这个计划是没有办法，因为敌人不会照着你的剧本演出嘛，你想得到，敌人可能都想得到嘛。
所以有些人，我现在我们在办活动，常常会听到一些伙伴，他有一些经验了之后，他都是写什么流程，写什么计划书啊，哦，或者是计划书上面，然后露营计划书，各位有担任考验委员都知道，小朋友在写那个露营计划书，太早了，他都会，他那个什么主旨什么都是写的很不知道他写什么的，因为就觉得他们很容易会有个想法，就是主旨就是交差了事的形式上的东西，哦，对，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但是其实不是的，计划非常的重要。你有的计划，你在做计划这个过程，你才能够掌握你现在手上，你到时候所有的资源是哪些，不管是人力还是财力还是物力，有哪些。那出了变化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可以调度的东西有什么。如果你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计划无用论，如果你提出这样的想法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事情超乎你的想象的时候，你必须，譬如说就很简单，你今天晚上排了满满的3个活动，然后今天有小朋友旅行回来的时候，他来不及回来，导致他们这一小队晚催整个往后，时间不够。那请问你是不准他们吃晚餐，晚上的课程继续，还是牺牲晚上某一个课程，还是3个课程各缩短15分钟？你要怎么做抉择？如果都没有计划的话，你要怎么做抉择？万一你说好，那就某个活动取消好了，对，取消好了，为什么是取消那一个？那万一这个取消的后果怎么办？能不能补？能不能补？好，那都各缩短15分钟，会不会3个都教不完？结果3个都没有办法好好上完课，都有可能。所以计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即使你明知道他最后不可能照着剧本演出，派不上用场，可是做计划的过程是不可以缺少。好，最后是我最后下一页吧。这个是我，下一页，一题下一页，它不会动了。有了。好了，那这个是等一下就是要介绍我们的伙伴们，然后就是说这也是2战时期的名言。好，2战时候很多将军讲过很有趣的话，像那个大老粗的巴顿讲过，将军就讲了说，领导我，要么就领导我，好，或者是跟随我，不然就滚。不然就滚。那当然讲的是脏话 ，F 开头的脏话啊，英文嘛，就是说 lead me 啊，别讲了，就是领导我啊，或者是带领我，或者是跟随我，不然就滚。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蛮不错。好，那我就说呢，领导是什么呢？领导就是挑出优秀的人，然后帮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力。也有说做到最好 ，do their best。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最后3个字很熟悉，对吗？我们带幼童军的时候喊的吼声不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对不对 ？Do your best 跟 Do my best， 对不对？对，所以让他们做到最好。所以我个人以这个韩训而言，我的身份，我慢慢从一开始计划我写，器材清单我列，东西我整理，上课我上，亲自来，到开始慢慢的，我们一步，真的是一块一块切出去，授权给各个分团啊，或者是各个伙伴。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身边有一群优秀的伙伴，对，那怎么去领导他们，就是帮他们做到最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潜力，知道自己还可以做到哪些事，然后协助他们做到最好。好，谢谢大家，一题再来就你的啦。对，好。那刚刚钟宏团长也有提到，就是这几年来呢，权责从执行长，然后逐渐下放到各个组别，也就是我们的青年同居手上。那我们到底用了什么组别，然后来去分这些权责呢？就是刚刚就是 PPT 上面可以看到的行政、配给、事务、教务，然后财务，然后以及最上面主要负责传达沟通的连队长，就是执行秘书。好，下一页。先介绍一下执行长的任务。那历年的韩训呢，都是钟宏团长担任执行长的。那也因为我们罗浮呢，就是已经从辖中毕业，没办法在学校可能无时无刻的帮忙，或是去跟处室协调。因此呢，对学校处室的沟通都是执行长负责协助的。那除了对学校呢，也会对若有联团的友团团长或是联团的学校们进行沟通之外呢，执行长也会订定营队的目标、组织及制度，就像前面看到的那几个大目标，那去确保
我们营队的活动是 OK 的，然后是可以执行运作的。那前面也有提到呢，执行长需要号召就是主要的一些工作人员，然后将不同工作人员还有不同能力特质，然后放到相对应的地方。不过呢，近几年来我们又开始挑战，就是尝试，如果你想要跳到另外一个组别，另外一个你不是没接触过的组别，也是非常欢迎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各个组别中体验并且成长。那在营队姐妹期呢，不只是规划学员们的课程，然后也会去培养工作人员伙伴的能力。就像前面分享的，执行长会引导啊，培训工作人员在营期前、营期中、疫情后的服务，然后希望工作人员也可以有所成长，而不是单单只是回到学校服务而已。下一页。那在连队长就是执行秘书，那也就是执行长跟各个工作组别之间的桥梁。那除了负责两者之间的沟通呢，也是需要定时去追踪各组以及关心各组他们可能会不会负荷不来啊，会不会需要帮忙，或是需要可能其他人的协助或是一些建议。那连队长会统一传达事项，就是避免资讯混淆，然后确保每个工作人员都有接收到相同的资讯，然后避免资讯不对等，因为资讯不对等会让整个营队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冒出来。那在营期前有负责规划跟各项筹备会议，然后让各组间人可以报告自己的近况以及互相协调，像是有时候事务组啊，他会需要跟配给协调器材啊，或是像行政组会需要跟各组协调一些影印的东西啊，或是一些资料。那在会议跟营期间呢，也需要确认各组运作状况正常，然后去调配人力。然后像旁边这张图呢，就是我们刚刚团长也有提到，我们从0筹啊到1、2、3筹，然后我们营期的第1天我们叫第0天准备天，那也会有一个总筹，就是我们都会有这些筹会，然后去确保各组的运作是 OK 的。好，下一页。然后再是行政组，行政组顾名思义就是处理文书的事项，那也会就是请各组就是一些材料的编列啊、储存啊，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历年的资料存好，然后以便让后续的学弟妹或是后续来接手的伙伴们可以比较更快上手这个组别在做什么，或是他们需要一些建议啊，以及以前的一些记录都可以更方便去查询。那像疫情前很多一些事项，然后我们也是请行政组会一起公告，就除了连队长负责公告外，行政组是统一公告，像是表单啊，会一些会议通知之类的，这样也可以避免就是各组这一边他可能会提说要收什么表单，另外一边也要提什么表单，就会造成资讯会比较混乱的部分。那比较特别是像后面白色那张图是我们手册的其中一个小部分。那因为我们手册上会有日程表，那因为我们又分成 A、B、C 3团，所以十分复杂。因此行政组会依照日程表，把同一个时段，然后各分团的事情就列在同一页上面。那如果大家放大看的话，可以看到呢，上面会写一些活动的流程，以及活动负责人以及活动器材。就这样的话，也可以确保负责工作人员可以了解到他所负责工作项目、负责内容以及他所需要的器材是什么。那前面那一张呢，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今年寒训的营报。那营报的话呢，会就是每天都会更新，然后看一下各个分团他们的状况。那我们也会就是每一个学员都照顾到，让他可以出现在营报上面。那家长看到小孩们出现在营报上面，会非常的安心。好，下一页。前面。对，好。那在财务组呢，就是包含营队的活动经费跟运用。那除了大家知道的就是预算啊、记账以外呢，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有些耗材啊是统一采买的，那像器材呢就会财务组就会协助拆账，像是我们这 total 买了500块钱，那 A 团用了多少钱 ，B 团用了多少钱，那这样拆账的方式是为了更了解各个分团或是各个工作组别他们实际运用到的经费，那这样我们下一个年度在进行财务编列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哦，我们要以哪一个去做基准做调整。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针对分团的小队旅行也有编列零用金，那这也可以是教导学员们如何去规划使用，然后以及也让他们可以学会如何去记账跟对账，
只是确保金流上面无误。好，下一页。那再来是教组，教组今年没有，但是我们历年来都有这个组别。那它主要的话呢是协助分团进行活动设计，那也确保就是我们活动内容是可以呼应到执行长所制定的目标。那在营期期间内呢，也会到各个活动去旁听，然后以客观角度去给一些建议，或是如果正式需要协助的话，也会帮忙去做一些协助。那特别的是呢，除了教组除了是要去观察各个活动的流程啊、活动项目有没有问题之外呢，那也希望可以推动工人们的成长。那我们就会规划一个工人的真人活动，不管是聘用讲师啊，或是设计一些互动的游戏，然后去增加工人羁绊以及能力的提升。那像这张图就是去年营队的真人的活动，那我们就是用游戏然后去了解 SDGs 永续发展的这17个项目。好，下一页。好，那再是事务组，事务组就可以叫做器材组。那主要就是负责所有我们营期会使用到的器材及场地。那营期前他们需要负责确认我们所使用到的器材是不是团部是真的有这些数量的，而不是我开的太多，然后就有团部没有这些数量。那如果真的发现没那么多数量的话呢，就会去协调以及看看要不要去做更换。那在绘制我们这张图就是场地规划图的时候呢，也是会确保就是每一个地点会使用到的地点都会标出它的地点名称以及它的需要会活动的项目是什么，这样可以保证就是大家就是对于这个场地的熟悉度，以及他就明确知道这个场地主要的使用目的是什么东西。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我们器材非常多，就会分散到各组以及各个分团里面，因此呢，事务组会准备一份叫做每日的器材清点单，让各组各个分团每天去清点所需要所拥有的器材。那这样可以确保器材不会遗失，也可以减少拔营灭迹的时候呢，可能器材有少然后找不到的问题。好，下一页。那再来是配给组，配给组就是规划工人们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就是要照顾好每个工作人员。那采买时候也会配合，就是 A 团会有炊事考验的项目，然后就配合的去进行采买。那很特别的是呢，在配给组他们在历年上都有慢慢的做一些改变，像是从前年开始，因为我们因应环保政策啊、环保议题，所以我们开始减少垃圾，所以我们像买外面的便当，我们就会拿那种学校那种餐桶，然后去跟他们装菜跟装饭，可以达到减少垃圾的一个效果。那再来的话呢，今年度呢，因为刚好国中有推广异国文化，那他们这次呢也推出了不同异国料理，然后让大家在放松吃饭之余，也可以了解他国的文化。好，下一页。好，那再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 A、B、C 3个分团。那当然它是有简单来说就是用年级去分，他们在哪个分团。那后面会开始介绍各个分团简单的一些活动内容。好，下一页。好，那 A 团呢就像是我们的雏鸟，因为他们刚进到这个团，然后对一些同军技能啊、对团的相关的知识还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们藉由课程啊以及考验项目去训练他们技能，然后以及他们团队合作的能力，然后在一次一次的活动中教会他们合作啊，然后去营造我们这个峡中团的良好文化。那在一整天的学习之后呢，当然也会设计一些小队时间让他们进行反思，然后以及有旅行报告的时间让他们学会着分享。好，下一页。那 B 团呢，因为 B 团学员们已经有相当的技能了，那我们会新增新的挑战给他们，让他们突破自我，也就是移动露营，就是他们会花1天的时间，然后移动到另外一个场地，然后就是过夜这样。那藉由徒步旅行呢，去增加他们直接羁绊以及互助的能力。那跟 A 团相仿呢，是因为他们也会有小队时间，会让他们自省、感谢，然后以及去做互相的分享。好，下一页。那 C 团与前者两者不同的是呢，他们的课程基本上都是自己规划的，就除了主轴我们的萤火啊，或是我们的拔营灭迹等等的主要大活动之外，他们其他的活动都是自己规划的。那营本部呢也给 C 团很多充足的空间，
可以让他们互相讨论的过程中寻找自我以及去做发展。那从3个分团都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接轨国际趋势，就是 SDGs 的活动。那这历年来都有逐渐在进行跟尝试，但今年比较特别是我们会有一个桌游活动，然后以桌游方式带各个分团及工人的小组一起去了解这个世界所提倡的17项的永续发展目标。好，下一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分享的部分是有关 A 团的部分。那我们会请雅涵伙伴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 A 团的运作方式跟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A 团的部分，学员是国一的新生，那共有11位，今年就是分为2队，有2位队服加1位小队服。那我把活动分成3个部分来说明。那一个行前准备跟单项活动感受、感想和感。那行前准备的部分，活动有一个项目就是旅行，我们要在活动，就是我们队服要在活动前去场勘。那为了因应现况而做更动，像是有一些想要拜访的店家，还有就是在我们旅行途中有可能会休息或是没有营业，我们也要先看，就是店家配合说可能需要请老板保留时间给我们。那单项活动设计就是我们有大概分成炊事、营地建设、双旗通讯、刀斧生活急救跟防卫制图。那单项活动设计这边，营建我们有搭炊事帐、高架灶、副事帐和餐桌。我们会先进行营建教学。那今年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搭炊事帐的部分，小朋友是有完成的，但当天的天气真的太糟糕，就是那天风大到就是帐篷一定会被吹倒，所以最后还是拆掉。虽然没有搭成功，但是也在我们天气状况变化的同时，就是教导学员该如何进行紧急的处理跟应变。那副市长和高家早最后都有在表定时间内完成，不过因为就是炊事的时间，炊事账被耽误到，所以餐桌的部分就是比较可惜，只有1餐有用到。但是我们仍然会要求学员要制作完成，因为这就是我们考验团队分工合作的能力，还有我们需要教他们遵守活动规划及尽力完成课程内容，建立团队制度。那炊事的部分，队服主要是会先在旁边观望，就是为了就是让小队他们自动自发分工合作。那如果发现小队真的有困难的话，我们队服会提醒，然后也协助小队长分工，也呼应到在营队中的职位分配和责任。在营期中，小队长会学习如何引导，跟就是让小队员学会尊重他们的小队长。在生活的部分，他们用的材就是在他们这一次活动教刀斧具的时候，他们劈好的材。那我们选择的场地就是在我们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地区，就是比较没有什么草的地方。那有先教他们先如何利用当下的地形环境来劈柴。在考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是每个学员都只专注在自己的火堆，有些学员也会帮助其他小队伙伴挡风，也帮助他就是不会被大风吹袭。最后我们差不多在70分钟内有一半的学员通过，虽然没有每一位都通过，但这个过程中有增加他们之间的情感羁绊，在未来他们也需要一起规划活动跟分工时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在旅行这块，就是设计了让他们依照指示性走到三小街内比较有历史的地方，像是染房，还有吃一些三峡才有的味道。
那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小孩更了解到自己住在这块地的文化历史。那有一封信是要到老街的元春大药房拜访我们第5位的老板，就是了解一下药房悠久的历史。那旅行一直都是以三峡老街为主体，为了让学员们可以更加了解到三峡文化，也结合 SDGs 的永续城乡。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不会只知道这是平常路过的地方。最后我们旅行完还有让小队他们反思一下，就是让他们就是反思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职位可以发挥他们的团队精神。那最后感受、感想和感动，就是这次是我第一次以队服的角度来带学员，那最常发生的状况就是他们不会掌控时间，或许也是因为经验太少，还有他们的反应不够灵活，常常需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那像是知道火已经要升起来了，但是没有想到锅子还没有磨土，就是比较可惜。很多人都会在旁边等菜煮好，但是明明环境周遭可以先整理，但这部分也反映到当初其实有分工，但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就是每一次我们在旁边看，都会很替他们着急。就是原来当时的我也是让队服心情很紧张，不过这届学弟妹也很有礼貌和活泼。虽然他们在技能上还有经验有很多的不足，但是他们的萤火节目真的有惊艳到我们的，就是有让人印象深刻。我觉得每一届都有他们出色的地方。最后就是，其实技能项目就是摆在眼前，只要用心做就做得到。但重点在于童军精神。这次的寒训算是蛮紧凑，很多活动就是一直拉长时间，但就算技能通过了，让他们拿到终极，他们也不一定会珍惜，所以很可惜，就是这次没有学员通过。但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更重视终极的意义，不是为了达成而达成。好，谢谢。好，帮我下一页。好，那前面的就是帮大家快速回顾一下，前面的就是一开始庄宏团长提到的，就是包含我们的侠客行员的起源啊，然后以及我们工作人员们自我的提升，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各个小组会有负责什么工作啦，以及比较特别特殊，然后会创新的部分。然后接下来的话是 A 团，就是我们带领小队员们，就算因为我们是考终极考验营。虽然我们希望他们通过，但我们也不是就是放水的让他们通过，我们是希望从考验营啊整个营队的活动里面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团队合作，什么叫做守时，就是要在既有的时间、现有的时间里面，然后去完成他们的任务，然后他们该怎么样去进行团队合作等等的。那今天就是我们分享的内容，那想问一下有没有伙伴们要一起交流的？那宣导一下，就是我们下一次是5月28号，然后同一时间，对，就是我们第2部分。好，我们非常谢谢峡中的伙伴，今天这一场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好，交流的部分我们先等那个大家合影完了之后再来开始，好不好？那先帮我把就是投影片的部分先结束一下，谢谢哦。好，大家都在吗？帮我把你们的镜头打开。好，有没有伙伴要开镜头还没开好的？哦，有人手指头已经举得非常非常正了哈。好，都在了吗？我要拍照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